大家好，我是 Claire， 今天想要帮大家看看近期的运势如何呢？有什么讯息是要给你的呢？今天准备3张照片，请选择一张你喜欢的照片。选择好了吗？选好了就进行今天的解牌咯。牌组1抽到廉贞倒牌、右臂和病的倒牌。易经牌卡抽到第2卦坤卦。抽到牌组1的朋友，这个月你在投资理财上会有很多的想法，很想要赚钱，并且偏好高风险的理财方式。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实行你的理财计划，或者是你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投资，要放空还是要加码，都建议你不要投钱下去，因为结果可能不如你的预期。如果你已经实施你的投资项目一阵子了，近期有资金上的短缺，需要借贷的话，你可以找平辈的女性友人，她能够在钱财上资助你。近期出门在外要非常的注意交通安全哦。如果有喝酒，一定要记得请人代驾。开车到学校附近，记得要放慢车速。如果你有小孩的话，这个月和小孩之间容易会有误解。你看到或者是听到的状况和实际的情形可能有所出入，或者是说他有他这么做的理由，所以你要给孩子解释的机会。和孩子说话的时候，记得不要太强势，要心平气和的说。你要当他的朋友，他才会愿意和你说心里面的话。你可以多带他出去玩，买他喜欢的东西，那也可以让你和孩子保持良好的关系。在最近也很适合学习新事物，学新的东西可以拓展你的眼界和思维。易经牌卡抽到第2卦坤卦，这个卦是建议你对外应该要保持和善柔和的态度，但是你的内心要有坚定的原则和立场。比如说在工作上，你和同事合作一个专案，你可以用友善和包容的态度与他们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，并且尊重他们的意见。而当你们遇到意见不一致或者是冲突时，你可以用和谐的方式来进行沟通，寻求共识。但是，虽然我们的态度是和善的，但是你的原则和界限应该要十分的清楚。比如说，你的同事常常要求你帮忙完成他们的工作，不管是因为他摆烂，还是因为他能力不足，没有办法及时完成他该做的工作，而你每次都主动帮忙，因此就加重了你自己的工作负担。像遇到这种越界的事情，你应该要学会说不，明确的告诉同事，你有你自己的工作要完成，你需要集中精力处理自己的任务，没有办法帮他处理他的工作。也就是你要设立你的界限，保护自己。我们不当烂好人，我们也不让人利用。近未来的运势，首先是建议你
要顺应时势，并且稳步的前进。再来是以低调、谦虚和宽容、理解的态度来处理事务，这样会有助于获得利益和好的结果。那到底要怎么做呢？比如说，顺势而为。当公司正在进行一个重要的专案时，顺势而为的做法就是支持这个专案，并且积极参与。你在专注的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时，同时也寻找跟这个专案相关的机会，这样你就能够在公司的重点项目中发挥作用，并且得到相应的认可和奖励。如果你是一位领导者，那你的团队是由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专业技能的成员组成的，那你可以用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来对待每个成员，尊重他们不同的观点。那这种态度可以促进团队间的和谐合作，增强创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最终，整个团队的表现可以提升，那每个成员也会因为受到尊重和支持而受益。但是啊，如果你是一边将人踩在脚底下，一边说着我们对人对事要宽容，这样的做法是没有用的哦。近未来的财运部分，要谨慎的管理你的财务，选择相对稳定和可持续的投资方式。例如说，中长期保本型的投资，来确保你的财务可以稳定的增长。你可以透过正当的工作收入、稳定的投资等合法方式来获取财富。不要盲目追求高风险的投资，或者是追求快速致富的方式，因为这些都会为你带来更大的损失。如果你正在追求某个目标，进行某件事，或者是解决某项问题时，有时候暂时后退或者是调整你的策略，反而可以让事情取得更好的效果。我们可以停下脚步，重新来评估这个局势，修正计划，或者是准备更好的条件，等到比较适当的时机再来推进。在恋爱运的部分，如果你和情人之间能够彼此分享生活中的酸甜苦辣，并且接受对方的优缺点，这段感情还是可以继续的走下去。如果你是有伴侣的男生，最近要多听太太的话，别的女生抛来的媚眼要当作没有看到。如果你和对方暧昧，被太太发现的几率很高哦。你也不希望万里无云的时候，天空突然劈来一道雷吧。最近有在准备考试的人，你先前的努力会体现在你的成绩上。如果你先前不怎么用功的话，现在就开始读书吧。如果你想转换工作，新的工作并不会有比较好的发展，所以建议你近期都不要做人生的重大决定比较好。如果有人欠你钱的话，但是他没有在约定的时间内还钱，如果你用强硬的态度叫对方快点还钱，这是没有用的。你可以和对方沟通，了解他的困难在哪里，并且给他一些宽限的时间。那你可以提出你们两个人都能够接受的还款计划，那这个钱就可以收得回来。建议牌卡抽到的第一张是全然的臣服。
倒下来，我会接住你。第二章是穿越冲突语言的表象，会帮助你看见情绪下有未被滋养的脆弱与真相。好了，以上就是第一组牌卡的解说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牌组2抽到天机、火星、羊的岛牌。易经牌卡抽到第50卦顶卦。首先要提醒的，外出要注意交通安全，不要被开罚单。自己使用的工具器材要注意维护和保养，小心不要跌倒和擦撞哦。抽到牌组2的你啊，最近想事情想得很多，睡眠品质不太好，压力容易累积，白天也容易心浮气躁，跟别人说话一言不合就很容易吵起架来。火这么大，先来一杯饮料吧。你重视精神生活，同时也喜欢钱财带来的稳定感。最近也会思考利用借贷来进行投资，但是看起来会赚钱的投资标的，等你真正把钱投进去之后却会亏损。所以建议近期先不要做任何的重大决定，因为结果会不如你的预期哦。近期可以多进行规律的运动，给自己一些时间和空间，做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。那也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去旅行，看看风景，吃喝玩乐，可以减少你平日累积的压力。易经牌卡抽到第50卦顶卦，这个卦在强调言论的力量。如果一个人能够谨慎的使用语言，坦诚正直，并且信守承诺，那么他就一定能够赢得众人的认同和支持，他的成功也是必然的。但是如果过分的追求表面上的成就和荣耀，而忽视了内在的准备和稳定的基础，就容易导致前功尽弃。比如说，因为过度的承诺，但是却无法兑现，或者是夸大产品的功能和效能，这种追求短期的利益而忽略长期的持续发展，都会导致不良的结果。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位有影响力的人对你提供帮助。这位贵人可能会在你的生活或是工作中给予你指导、机会或者是关键信息，帮助你在目前推行的项目上能够顺利发展。感情的部分，不论是有情人或者是有伴侣的朋友，生活中都容易出现第三者。如果是你有了第二个情人，脚踏两条船是很容易溺水的，所以你还是选择一个你最爱的人吧。如果你没有第二个情人，那你就需要多多关注你的另外一半哦。他下班之后都去做什么了？他如果是去买新衣服、换新发型，那常常忙公事没有空理你，那你就要十分注意咯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去买新衣服、换新造型，周末的时候和朋友出去玩，这样也蛮好的。那我们就看看接下来事情会如何发展咯。近期适合和朋友、家人或者是伴侣一起旅行，可以享受旅游的乐趣和经验。
如果你最近刚要到一家新公司报到的话，你会遇到贵人，让你的工作较为顺利。如果有人欠你钱的话，近期也是适合追讨的好时机，对方会乐意还你钱的。帮你们抽的建议牌卡，抽到的第一张是：当你放下期待的去表达，便充满力量。第二张是时候展开行动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第二组牌卡的解说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牌组3抽到廉贞天府、天月岛牌、灵官。易经牌卡抽到第40卦谢卦。抽到牌组3的朋友，近期出外要注意行车安全，也要小心跌倒、碰撞、擦伤等等。还有最近和孩子们的相处要多费点心。近期的亲戚朋友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，容易有意见不合而争吵的情形，或者是你的妈妈或者是兄弟姐妹，也容易对你的另外一半有意见。所以近期离他们远一点。如果你也卷进去的话，这些意见会容易影响到你与伴侣之间的感情，或者是影响你工作上的心情。最近可以开始帮自己制定下半年的新计划，无论是想要出国旅行，或者是想要学习新的事物，都可以带给你不同的体验和收获。易经牌卡抽到第40卦谢卦。这个卦表示如果你当前处在一个困境之中，不需要过于担心，因为很快的就能够走出这个困境。但是如果你现在所处的困境是跟感情有关的话，那就需要你小心的处理，避免做出轻率的行为，以免让这个情况变得更糟。这个卦在强调，在你行动之前，应该要关注整个形势。如果时机尚未成熟，就不要急于行动，因为这样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。如果你先前的生意或者是投资较不顺利的话，你近期有望从低谷期攀升。近未来你会开始看到一些获利的迹象，虽然数额不大，但是有助于改善你的财务状况。而原先被套牢的资金有机会回笼，让你可以重新布局。最近如果你心中有一项规划完善的目标想要去实施，近期适合将它付诸行动，因为成功的几率很大。感情运的部分，如果你的恋爱谈了很久，在最近你或者是对方可能会希望将关系定下来，往结婚迈进。如果双方没有共识的话，那么这段感情很可能会面临分手。有伴侣的朋友，近期有分房分居的现象。当然有这种现象不代表你就要让情况演变成这个样子。其实你可以反向思考，你要怎么做才不会让这个事情变得更糟糕。不然出差好了，只要看到苗头不对，我们就出差去，就没有人可以找你吵架，对不对？你说还可以用视讯吵，视讯不良我听不到挂掉就好了。
好消息是，最近的出国运势很好，那外出旅游会很开心。再来，如果你有想要转换工作的话，近期会有不错的机会。那如果你有需要资金借贷的话，先前一直找不到人帮，在近未来你可以找到年纪较大或者是资历较深的女性长辈来帮忙。帮你们抽到的建议牌卡是第一张，给予和接受同等重要。第二张，为自己安排一段旅程，去发现和体验日常生活之外的事情。以上就是第3组牌卡的解说咯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